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好，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圣诞的待降节期我们要举行圣礼典。那今天也有新任长子的就任式，所以我们礼拜有提前半个小时但是弟兄姐妹仍然就是谨守这样的时间来做礼拜。我们相信这是上帝所喜悦的，阿们。那今天在这个第二主日前面的点烛大家有没有印象？刚刚我们的司会还有 PPT 上有说，第二主日有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还记得吗？对，就是准备和信心。所以在这个主日呢，我们要用信心来预备迎接主的道路。那这个呢，就表示说我们在凡事上我们要依靠信心而活。那也包括呢我们要能够透过我们的行为、言行举止也能够让不信的人能够看见我们，而能够来渴慕认识这位上帝。好，那我们今天牧师呢，也同样的我想我们用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来预备我们自己来进入到这个待降的第二节期。还记得我们上一个主日牧师讲的是什么？有关什么的？感恩和荣耀。应该最快回答。也就是说，我们在第一主日的时候我们能够来期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信仰上面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能够来荣耀见证我们的主。那在这个主日呢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需要呢能够将自己献上，将自己摆上来预备主的道路。好，那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现在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待降节的第二主日。这个主日仍然是充满了上帝恩典盼望的主日，也再一次的来眺望跟恢复我们的信心是从你而来的。我们相信在许多人手所不能做的事，在神凡事都能也包括我们生命的形塑跟改造。也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救赎的里面，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今天神的话语跟圣灵的带领里面有领受。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这个呢，用这个图来讲因为在这个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那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基督徒。所以这是对一个教会内的基督徒来做的劝勉那他其实呢，我想很多人看罗马书会觉得比较辛苦一点因为这个是保罗他把他非常丰富的这个知识学问特别他受过这个希腊式的这种哲学这个辩论式的这种教育所以他常常呢用这种论说辩论式的这种呈现的方式，在罗马书那这个应该来讲说，可能你大概你在这个看这个上面那个思考逻辑，你必须要能够进入到这个保罗的那种脑袋，你才有办法能够看得懂他常常会前后辩证，提一个问题，然后来反驳他，又来证明这个是对的这个可能跟做律师的这个工作会有点像那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他也带出来一个问题其实牧师就用这样来比喻，就是说基督徒到底他信主了以后，他要怎么样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合神心意成圣的生活那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对加拉太人就提醒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些加拉太人呢他们呢认为说他们靠这个律法那这个圣经字义上面的这些约束，还有这些遗文的规范来克服，来胜过自己肉体的这些情欲跟软弱那你认为这样子有没有办法成功？很难的。你看圣经很多叫我们不行不行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但是怎么样，很难去行。那包括在世上的法律我们现在对于酒驾好像那个
判刑也蛮高，好像之前还说希望说有什么去洗大体之类的这一种。那你认为这样的法律出来以后，酒驾真的就会降低吗？好，因为这个只是外在的约束，那所以这个加拉太信徒他们也把这样子放在这个信仰的生活里面。那这当然是行不通，因为呢，你很多你的脾气、你的愤怒，你这个只靠这些法律来规范，很多时候你是会失败的。好，所以就变成说常常在这个律法规定这样，但是我行不到那这样的基督徒是什么？里面会有很大的信仰挫折，我没有办法得胜。那另外一边的基督徒是哥罗西教会这边呢，他们呢比较容易犯的问题，一样，希望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他们是不是说只靠律法？他们是怎么去苦修、苦待自己的肉体，甚至禁欲，然后呢就觉得说我完全不要管这个世上的事情，我只要追求那个属灵的，这有点怎么样？好像那种苦行僧这样子。他们认为我只有这样就是远避这所有一切连神所赐的供应我们的，我们都不要去碰，因为一碰可能就会引起犯罪。例如说碰到钱，钱其实是神所赐的恩典，是中性的。但是呢，如果过了，把钱当成主，变成什么？你贪财，你就犯罪，对不对？因为圣经里面讲贪财是万恶之根。那他们就觉得，那我就完全不要碰这个，只要不碰，我才不会掉到那个犯罪的那个陷阱里面。就变成这样的基督徒怎么样？也是一样，是很苦的。然后呢，那唯一的盼望大概就是说，这一世赶快过去。他没有办法享受在这个世间上帝所赐的任何的恩典。那所以这个部分仍然是什么？无效的。你仍然没有活出神所赐的这个救恩的恩典。好，那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其实提出来的最重要的一个解答，也就是在我们今天经文里面的，你真的只有能够怎么样过真的合神心意，然后呢，圣经里面所说的这神所喜悦的生活，也就是你要能够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把自己完全的摆上，能够过着，然后我们能够来回应基督为我们而死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意义。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基督徒想要得胜，或者是想要能够合神心意的时候，你所要做的动作是什么？就是你要让自己完全的交给主。阿们。不是靠自己说我要努力的怎么样研究这个律法，我怎么样能够一条一条的去把它做到。这个是谁是不可能的感情。然后呢，另外一种就是我都不要去面对这些世间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人，免得我会受诱惑。这样的基督徒信仰也太弱了。那这个就干脆是关在那个修道院里面，就是少一点污染。这样子来讲，这也没有办法你胜过肉体。唯一只有主的灵在你的里面，从你的里面来更新。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要我们完全的献上。好，那所以当我们自己完全摆上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它有几个意义的产生。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你摆上你自己表示什么？你效忠的对象改变了，改变了效忠的对象。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6章10节、1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让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所以是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也就是说什么？原来你对罪是活的，你是活在什么罪的这个国度里面。你的这个效忠的首领就是因你犯罪的魔鬼撒旦。但是呢，因着你将自己摆上，
其实你已经转移到另外的一个国度里面了。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经文。好，罗马书6章6到7节，来，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原来你效忠的对象，你是成为罪的奴仆，表示什么？罪是你的主人，他是牵着你走。有很多你是跟随着你肉体的，觉得放荡的，觉得这个，喜欢的，你就去做，因为这个是这个世界所给我们，但是呢，上帝已经透过了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因为对他的信，我们已经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度里面，我们来念哥罗西书1章13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这个意思就像说，今天我们之前我们的陈牧师，他虽然是台湾人，台湾裔那，但是他现在怎样搬去美国了？请问他要遵守的是美国的法律还是台湾的法律？对，他要听美国总统的命令还是台湾总统的命令？美国的。了解吗？所以我们也一样，虽然我们原来带着是那个亚当有这个老我的这些的罪性，但是因着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已经移民进入到这个爱子的国里面。那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被罪来辖制，不用再服从那个罪的引导。有的时候那个罪真的就是说，你不用自己去决定要做，而是你好像有点就是直接就是被他牵引着走，很不自觉的你有那样的反应。但他一直强调着说，已死的人是脱离罪的。也就是说，你对这个罪要引用，应该是无感的。你按照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来讲，这个呢，牧师在讲更清楚的比喻。例如说，今天呢，有一个死者，他生前最爱吃什么？臭豆腐啊、空巴崩啊，这些是他最爱的。但只要呢，闻到这个味道，怎样？就是禁不住的，一定要多吃几口，多吃几碗，因为这是最爱的。那我们很多人也都有最爱吃的东西，这只要拿到你面前，即使再饿再饱，大概都还是觉得我还要再吃个几口，因为嘴巴这是想要满足的。但今天如果这个死者他已经往生，已经走了，已经离世了，你在他面前再把那个臭豆腐啊、控肉饭在他面前绕，他会跳起来说：“我要再吃2口。”不可能，因为什么？已经断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在告诉我们，意思就是这样。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已经真正献上给主，跟他一定是这样，是死了的。那些罪你过去非常引诱你在旁边绕的，应该怎样？跟那个死人一样，是不会再跳起来说：“我还要就把他抓住。”所以他其实保罗用这个比喻是讲的是这个样意思所以当我们今天面对到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再一次的去提醒自己，我们需要把我们所有的这些软弱诱惑，再一次的跟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吸引，我又很想要再去跟这个有任何的连结，因为我们已经在哪里了？在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已经是跟随的王是什么？是我们的神，而不是在这个最终的魔鬼，所以大家要想，这个我们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其实它是2分非常清楚，没有灰色的，也就是说，你今天不是属于上帝，也就是在罪的国度，在魔鬼的引诱试探的这个国度里面，也就是所谓的黑暗权势，那这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很知道说，当我们呢当自己摆上，我们就改变了效忠的对象，我们是效忠我们的神，
好，那第二个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除了我们好像改变了我们的这个户口第二个呢当你自己把自己摆上、自己献上的时候，你就拥有新生的样式。刚刚讲说对罪死其实在这个它的语句上面是比较负面的，是比较负面的。你对罪死的，就是说，这个部分已经从你的心中完全的挪去离开了。可是怎么样？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拥有一个新的样式、新的生命，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好，所以我们来念这个罗马书6章4节5节，来。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再往下第8、第9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好，这是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而死，他等于他已经胜过了这个黑暗的权势，也胜过了罪。然后呢，因着受死而埋葬。好，那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进入到一个复活新的生命。那这一切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福音书或者我们要预备的这个圣诞节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诞生就是为了成就这个最大的这个功效，为我们受死埋葬而复活。那这一些在基督身上发生的，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而是怎么样？我们的生命也因着他，我们也再重新的经历一次。过去所有刚刚讲的罪，所有一切的这个牵制，也只有透过死亡才能够断开，才能够完全的断开。而呢，要进入到复活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你需要有什么？有埋葬。就好像一粒种子怎样，落不落在土里，没有办法生出新的籽粒。就是说，你看一颗种子，你拿在手上，放在桌上，它仍然是那一颗。虽然看起来没有生命，对不对？虽然好像是死了的一样，但是当它一埋在土里的时候，开始孕育新的生命。所以神也透过耶稣基督，他虽然走了这个过程。我们要怎么样领受说，他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在我们身上来发生，就是透过第8节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动词，就是信。大家说信，也就是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跟耶稣基督，他虽然好像是在2000年前所经历的事情，也同样这样属灵的意义跟功效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像刚刚牧师讲的说，我明明还在动呢，还活着，好像在这样子的里面，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似乎是没有脱离那个罪的权势，因为怎么样？我仍然是活在这个世界有充满了诱惑的里面，我也仍然好像还是会不小心的犯罪，或堕落。可是牧师现在讲的是说，在这个属灵里面，上帝已经让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这件事情，要怎么真实发生在我们身上？你就是靠你的信心，凭着你接受耶稣基督的信。可能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还是觉得我仍然会软弱，但是呢，你要在信心里面来宣告，其实你对这些罪已经是死的了，已经是死的。虽然说你还没有经历到说完全的得胜，可是呢，耶稣基督他的功效不会说，等到你变了好了以后，我才开始有这个效用，而是当你接受耶稣。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其实这一切上帝都好像一个 package， 一个应许包，
他整个就送给你。好，他不是说我今天送你这个救恩的一点，明天再送你第二样，明天，而是他整个就送到你的手中，你是凭信心领受。好，那所以我们来念以弗所书5章8到9节，来。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好，这个就提醒我们，新生的样式应该是怎样？你远离了一切的暧昧，你开始更多的能够活出上帝创造你原来的样式。好，应该是带有上帝的形象。好，也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不管是圣灵的9个果子，啊，或者是其他的美德。这些我们很难用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好，唯有什么？我们把自己献上，领受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或者是当我们一遇到软弱试探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再一次交给神，钉在十字架上，才能够让主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产生这样的改变，让你里面的原来上帝所创造的善，能够慢慢的发挥出来。好，而且牧师上次有讲过，也因着我们用这样子一个跟神的一个关系跟连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你对罪开始产生了敏感。好，也就是过去你认为这不是问题，好，这个在我们的道德良知里面，可能这个还好，这个也没有伤害到什么人。但是呢，真的很奇妙，当我们一接受了主，让他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奇妙，圣灵他会开始光照，开始工作。好，你开始对这样子的事情，你里面开始会有一点点，好，觉得怪怪的，开始甚至有怀疑，我这样子会不会得罪神？好，如果你开始有这样的念头，告诉你，这个真的就是圣灵在你里面。让你对罪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分出来，好，让你能够行在这个光明的。那这些东西真的不是说我们要怎么努力，当然我们可以给自己提醒，但更重要的是你要常常的让自己能够与基督一起同定十字架，你更多的要来亲近神。每一天的来让神进入到你的心中，再一次的掌权。好，所以我们每一天早上起床的祷告，你真的要很重要，说主，我再一次把今天线上交给你，让你来带领，好，而不是我反正今天没什么太大头的事情，也应该都还好。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仇敌魔鬼他就用你的一个气，就进来。好，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能够在这个当自己献上之后，我们就会领受到一个新生的样式，应该是可以活出来我们的神完全的样式。好，那第三个呢？如果照牧师刚讲的，好，我们以这样来讲，理论上面好像，那我们应该都不会犯罪，我们应该大家每个人都很圣洁。那事实上是这样的。好，我们按照说，上帝的救赎，按照这个信仰的根基是没错，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什么是有罪的环境里面。我们现在呢是这个世上的王他在掌权，所以呢他不会停止对你的诱惑跟试探。好，他仍然甚至他还要用谎言欺骗你，你是没有改变的。你信了耶稣其实还是一样，或者是说甚至你遇到软弱的时候，他来告诉你你是不配的，你不配做上帝的儿女，你应该要离开上帝。好，这就是我们常常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面对的这些试探。因为牧师刚讲很清楚，原来的属灵原则就是只有2个国度，你不是在光明，就是在黑暗的里面。所以我们已经接受耶稣，进入到光明的时候，魔敌魔鬼会这样放过吗？没有，他仍然，虽然你的户口已经迁去了，就好像说台湾人已经移民到美国了，
可是你要能够完全的习惯美国的食物、美国的水质、美国的空气、美国的气候怎么样？容不容易？不容易。你不时的还是想我要能够成为台湾，保有那个台湾的这些习惯。好，那你永远就没办法好好的做一个美国人，对吗？好，那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提到了上帝的国度，也是一样。好，我们的这些我们过去的习惯，还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很想要回到之前。那实际上，其实你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你已经移民到光明的国度。可是我们的身体呢，还是有一个惯性。我过去做的这些黑暗的事情，我很享受，我很舒服。好，所以呢，这个仇敌魔鬼仍然可以，他要来欺骗你说，你还是在旧的国度，你还是在黑暗的里面，你根本没有搬去光明的里面。实际上，你已经在上帝救赎的国度里面。那这个就变成我们需要警醒，大家说警醒。好，那这也就是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来提醒我们的。好，他把前面呢，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功效，好，以及我们已经进入到光明国度里面了，但是呢，在这个世上仍然有很多的征战，很多的试探引诱。好，我们来念12节到14节，来。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尸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尸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所以这个要提醒我们你今天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你手上突然有没有戴你的婚戒？你还能够以为你自己是一个单身汉吗？不行，对不对？好，所以你必须要记得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所以你也要按着你这个身份来过。好，就像已婚的人，你一样会有试探，对不对？如果说有一些办公室的小姐，就是很多这个世上婚外人，他很崇拜你，你也就自己觉得我是好像觉得自己其实自己是一个还蛮有吸引力，或者是如果在那个时候你忘记了你有那个婚约怎样就完蛋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撒旦魔鬼常用的，他也是常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已经跟神有这个约，也忘了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就会落入到那样的一个试探的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常常的与主连结，你才有办法持续的来过征战得胜的生活。也就是好像一个婚姻的生活，你常常怎样？跟你的妻子连结，跟你的丈夫连结，你就会记得我是有家庭的人我要拒绝外面一切的诱惑我不能再抬高我自己的身价那因为什么？你要常常的去跟你的配偶连结，跟你的另外一半连结。同样的我们的征战也是，我们一跟神松散一离开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我们已经得着上帝的救赎，我们在得胜的里面，我们已经是对这些罪来讲已经是死了，我们已经经不起这些诱惑，可是我们都会忘记所以牧师今天在讲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持续的把自己献上，就从你每一天你的早上然后呢每一个时刻我们能够当你在面对到，其实我相信圣灵不断的会提醒我们用他的这个讯号再让你的在你的心里面有时候都会提出一个警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需要去远离的就要远离你需要拒绝的就要拒绝来保守我们的身子是让神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让神来掌管的。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其实在一开始它其实呢用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方式来表明，就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献上，一个很具代表的动作，也就是
我们直接透过我们的洗礼，好，透过洗礼，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好，在刚刚这个第6章的第4节，他就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好，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借着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要站立在神的面前，要受洗或者是信仰告白。实际上呢，你们就是已经用你们的行为来表明，就好像很多人说我有接受耶稣我有做过祷告我有在教会可是我没有受洗，那我一样是基督徒没有错，这是基督徒。但是呢，神要你有更大的信心，用你的行为来表明你这个信仰，你真正的让耶稣基督的救赎功效在你的身上来发生。好，所以今天的这一些，其实当你呢透过一个洗礼的仪式大家不要小看我只是在前面好像念一念誓约，或者是呢我只是让牧师点个水在我的身上而已，这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在属灵的里面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你就进入到刚刚牧师讲的这一整套，上帝其实已经为你得胜，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做成这件事情，其实就全部这个包裹，这个礼物就全部都送给你，让你带回去。好，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其实在洗礼的里面也经历到上帝一个极大的功效。有的人会说，我洗礼完，我过去好像对属灵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感受或渴慕，怎么洗礼后之后，我的那个程度有增加。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在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说，虽然受洗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是应该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是一个接受主的人。但是呢，洗礼是透过我们的外在的行动来表明、宣告，我里面我不是只是口里承认，我真的有这样的信心，要活出跟随主一生的道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约定，在天使魔鬼跟众人的面前，来宣告说，我跟神就是一个有这个正式跟合一的关系。阿们。我从今以后就是在上帝光明国度里面，我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只是凭着一时的感动，而是我真正的做了这个行为的决定。阿们。好，所以这是我们要将自己摆上。那我们今天也有几位我们的长子。好，这个经文漏掉了来，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5章10到11节。来，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内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好，所以用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持续的来征战。好，我们要常常的查验。好，那这些呢试探、诱惑，我们需要远离。好，那。再来呢，另外我们今天也有3位的执事，1位长老要来就任那虽然说我们是透过选票但是这一切呢，我们也都是交托神自己来成就我们相信没有人能够用人为的方式去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计划那牧师之前在跟我们这几位的候选人在这个交通交谈的时候也有提到我们能够被提名这也是上帝所允许的旨意那能不能被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选票认同，这也是上帝来带领的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神借着弟兄姐妹的手来成就他的呼召跟拣选。好，那所以在我们的这些长职的就任，再一次的也是将自己要完全的摆上。好，那你这个摆上，已经不是说我是信与不信的一个摆上，而是什么？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但是呢，你成为一个
为神所用的工人，主的工人，真正更多的来服侍神，来荣耀上帝的家。那这其实对我们整个的信仰还有生命，也是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提升。那牧师再一次的把提摩太前书针对我们的长职来做一个勉励。提摩太前书3章2节，字有一点点小，好，没关系，那我们一起来读，来。做监督的必须不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好，这个保罗的勉励那这个监督的原文字义就是我们现在的长老那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上面真的要蒙神的悦纳那牧师前面讲，这不是说我怎么努力就能够做得到，而是真正要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跟最大的指正。那执事呢圣经里面也有劝勉，我们来念提摩太前书3章8节9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因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不守真道的奥秘。好，那我想这些都是成为弟兄姐妹在信仰里面的表率。那同样的，不管我们今天是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成为这个出熟的果子，摆上在神的面前，等于让神来带领你前面的道路。那我们的新任长职也是一样，你的信仰生命来到另外一个阶段，可能对于在你的生命里面需要更多的让神来掌管，能够来完成神所托付的工。我想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也求神帮助我们嘉光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你要真实的能够在2个国度里面你要确定你是在哪一个国度，然后你在这个国度的里面你可以得着一个新生的样式，是纯全善良神所喜悦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轻易的就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得着的身份给失去，好像那个在创世纪里面的以扫，他只是因为贪图他的口欲，那碗红豆汤怎么样，就把最重要的长子名分就让出去了。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因为撒旦魔鬼的诱惑跟试探，我们就轻易的把上帝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拣选跟身份就让出去了。所以我们要时时的来谨守征战。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所以我们要时时的把耶稣抓紧，要放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遇到软弱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交给主。不要自己隐藏。所有的罪你越自己隐藏，那会变成什么？撒旦来控制你的一个把柄。他来用那个来威胁你只要我们有软弱，你不要觉得这个太丢脸，我没有办法见神。你不能跟人说，你一定要跟神说。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来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能够胜过这世间的试探跟诱惑，唯一做的就是我们要不惜的将自己来献上，将自己摆上。主啊，我们让你来做主掌权。唯有你的得胜在我们身上，你完全的充满我们，占有我们，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削弱我们受到仇敌魔鬼的引诱跟试探。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上帝你所喜悦的样式。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日日穿戴你属灵的军装，特别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主啊，愿神你亲自的来扶持我们，
也让我们能够向你有一个完全的敞开。因为当我们愿意敞开，愿意将自己所有一切交给你的时候，神你就有机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工作，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谨守你所拣选我们成为光明子女的身份。我们也为着我们有弟兄姐妹要来受洗，还有我们的长子要就任，他们都要进入到一个属灵生命的新阶段。我们相信这个路程虽然也有许多的挑战，但是你的恩典是够用的，因为你已经在你所拣选跟预备的这些人的面前，已经为他们摆设了宴席，已经为他们用脂油来铺满道路。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神，主啊，赞美你，愿我们看重在你面前所有的誓约。主，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